听说你们每个月拿2份工资，我们想涨薪，老板不给，让我们自己想办法。这不小涛给我们接的对面公司私活吗？我们现在打1份工赚2份钱。那人无横财不富，你再努力也拿不到多少钱，不如换个思路，用上班的时间给别的公司干活，拿2份钱。你这想法挺有创意的。我们现在工作热情都可高了。Hello， 嗨，上班。这是我们人事帮对面公司招人的，业绩不够自己家公司来凑吧。那边是财务，那财务是帮对面公司算账吗？不是，对面给的任务是要看我们公司的账。你们这么做，老板赚不到钱吧？亏不死就行，要把控在老板饿不死又富不起来的程度。他到死都觉得是自己不够努力。你还挺会算计。那没办法，当老板的就这样，吃太饱就开始霍霍员工。你们这工作模式还挺滋润的啊！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舒适的办公环境，我们还走公司账给公司的净空调换新了，这样同事们就能舒舒服服干活了。你们这样没替老板考虑过吗？考虑了呀，美的空调现在已旧换新，美的补贴80亿，不限品牌免费拆机，空调已旧换新最高可抵1000元，无风感空调365天只换不锈，套购还有额外优惠和赠礼。我们的旧空调也抵钱了，这也算是为老板省钱了。你们这不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吗？碗里的是少，那老板给不到，我们自己争取，咋的了？对不对？长哥，咱公司的文件急着要，我先做谁的？先做对面的，自己家糊弄糊弄就行了。别人的要是做差了，下次可就不找咱们了，找个领队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吃里扒外是职场的不正之风，我绝不容忍。我已经以老板的身份命令他们停止手头的工作了。有效果吗？有效果，停在我这边。我去出差谈客户，走的时候老板说了衣食住行费用可以报销，那我回来的时候老板不认账了，说让我自己掏。他是出差去了，也不是让他出工去了，给自己整身貂啊，回来穿着貂舔着脸找老板报销，那给老板气的都一脚给他炫出去了，那咋还有脸提这事儿呢？你不能报不早说呀！我这吊牌都摘了，那小票都带回来了，就告诉我不能报，那不骗人吗？看样子你这衣服不便宜啊！我都牌子，这个公司都说报销了，那我就放开花呗。这哪是放开花呀？那不往死里花吗？走一道买一道，跟那善财童子似的。那这路边野狗都吃上烤肠了。那走之前我就看到那浏览器顶记录第1条就是公司出差怎么往死里花，他这不是缺心眼吗？貂属于奢侈品，只是出差确实不该给你报。那我住宿的钱给我报了也行啊。是不是你选的宾馆太贵了？我没住宾馆。他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搁当地买了套房，还嘛是期房，选了个地段好的，说有升值潜力。他这么虎啊，首付付完了，非得管人要发票，说回来报销，给人整懵了都。那宾馆谈合作多不安全呀！我觉得宾馆不能解决外地谈客户的问题，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商业机密啊。再说结果是好的呀，那这客户不是谈成了吗？这不挺好吗？那多少应该报一些。他谈的客户一共挣了3000，他那一身貂26000，那老板能乐意吗？那也是我辛苦谈下来的项目啊。为了这个项目，我天天熬夜加班，我不辛苦吗？那你得该省省，该花花呀。为了多买点，我都借钱付的，那就等回来报销呢。你这么一弄，我这房贷都还不上了。你这么做就没考虑过公司的经济状况吗？考虑了呀，我原本想买辆库里南代步，后来没幸运分了，实在带不出来了，就放弃了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？出差吃点喝点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给自己又买车又买房，你咋不再娶个媳妇儿？哎，我提了，人家说不要异地的，你没看上我。说昨天你咬人了，我替老板的狗顶罪了。老板的狗昨天咬人了，追究的时候小涛站起来了，说是他咬的，顶罪了。这不回来老板就给他升职了吗？那钱是老板帮我赔的，还保住了老板的面子。那狗没事，我还升了职，四全其美。你这么做，老板应该挺满意的吧？老板都夸我了，说我比他的狗更像狗。我现在在老板心中的地位比狗都高。给人顶罪的我见多了，头一次见到给狗顶罪的，你这不瞎？老板的狗咬了人，身为员工就应该站出来。那狗不懂事，我还不懂事吗？所以你就替狗顶罪了是吗？我认为我顶的不是罪，是我的前程。人现在老自豪了，我们现在都叫他剃罪涛，还非要感谢人老板的狗，说是老板的狗提拔了他。这不颠倒黑白吗？对错不重要，每次遇到麻烦找条临时狗替一下，有个交代就行了。那你这升职了能干什么呢？监督员工啊，我认为老板以前的狗不够快，更不够狠，以后我来抓考勤，保证不让老板失望。不好意思，迟到了。他现在就跟像让狗夺舍了似的，动不动就对着我们狂吠。我都怕咪咪让它咬着。老板你怎么看？我不止一次的说过，小涛是一条忠诚的员工，他舍己为狗的精神确实感动到了我。别说是这点事儿了，就算当时您的狗吃了粑粑，我也可以说是我吃的。
公司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？同事呢？他们今天来不了了。昨天出完差，我们坐大巴往回赶，他趁人司机下车上厕所的功夫，偷摸跑人主驾上去了，一脚油门连车带同事全送沟里去了。同事们家没回去，先去医院了。那我明天驾照考科3了，我看周围没车，就寻思借这个机会练练手，就是没想到上车以后就紧张了，就手有点抖。同事不怪你吗？现在是不能，等醒过来就不知道了。不过应该不会，大家都是好同事。还同事呢？他这一下差点给我们都同事了。再说谁家考 C1 驾照那拿大巴车练手啊？给我们司机师傅都下辞职了。我当时跟舒根姐方便呢，一转头看那大巴车转着圈开始汽车人变形了，给我吓得全刺脚上了。同事都受伤了，你怎么没事？我眼疾手快，从窗户跳出去了。你身手还挺矫健。你熟能生巧嘛。我在驾校练科3的时候经常这么干，一起练车的朋友都叫我汽车人。不过这事也不全怪我，我上车以后看他们也没反应，以为默认了，他们也没阻止我。我们当时都戴耳机听歌呢，也没注意到他篡位了。这件事确实是我不对，我不应该拿同事的安全练手。喂，都醒了，谢谢您医生。你干嘛去？我接同事出院。还行，医生说这皮外伤，包扎就能出院了。我寻思到时候。冲哥，我开车接同事的时候，方向盘打反了，一个漂移，同事给撞了。那他们刚出院又抬回去了，你快过来帮我呗。我跟公司同事们来出差，昨天晚上一块住的酒店，结果他们早上走的时候没叫我，就把我一个人扔这儿了。我们叫了，他睡得跟死猪似的，等他那不耽误我们行程了吗？再说他就自己回来呗，他那么大人了。那他们倒是把账结了呀，他们住完酒店钱都没付就走了，500多一间。现在保安把我拦下不让我走了，非让我结账。500一间也不是很贵，有多少同事入住了？10来多个呢，那卡都给我刷爆了，这都还不够，我以后还怎么生活？走的匆忙，我们确实忘了。再说我记得我们走的时候，老板还在那儿呢。我寻思他能结账呢，他人早都没影了。为了躲我，他正门都没走。早上保安一查监控，说有人从厕所窗户翻出去了。我一猜就是他。我一查这账单，数他花的最多。反正我钱都交上去了，还不够。人家不让我走了。你快告诉他们，赶紧带着钱来赎我。你可别听他哭穷。那前两天我看他刚买的新手机，那把旧手机挂网上卖呢，他能没钱？就是因为买了新手机，所以才没钱呀。那旧手机哪有那么容易卖出去？回收了，钱都给酒店了，那回去路费都没了。这下他们满意了。你先别着急，刚刚联系到你老板，说他和这家酒店很熟，让你遇到困难就和这家酒店报你老板的名字。不早说。你是张老板的朋友啊？你还是老板人脉广呀。你来的正好，你们老板早晨翻厕所，把我马桶踩碎了，一个3000，现金还是刷卡？刷厕所行吗？我好不容易谈了个女朋友，让同事知道了，他们非得让我分了。他谈恋爱了，我们也高兴啊，还给他出谋划策呢。那老板红包都包好了，后来才知道那女的是对手公司的财务兼人事。我们两家公司斗了10好几年了，他这不引狼入室吗？那我不知道他是对面公司的呀。不过他应该不能干坏事，我俩感情可好了，都约会好几次了。他晚上约会带人家来我们公司观光，那女的拿手机对着我们客户资料哐哐一顿拍，临走还给公司账本打了个复印件带回去了，给我们老板气的3天没睡觉了。那他就没发现哪里不对劲吗？发现了，他发现那女的拍客户资料的时候忘拍客户地址了，他给拍了，给那女的发过去了。你怎么想到带她来公司约会的呢？那出去约会不得花钱吗？那公司又没人，适合我俩独处。再说他也是会计，说想学我们做账，那我能不让吗？这女的之前我听说过，道上都叫她末路狂花，对面公司情报科的，我们公司这点秘密全泄露出去了，对公司的影响不小吧？啊，那客户联系方式全让对面公司撬走了，我们现在都闲出地来了，啥活也没有，就因为他谈了个特务。这事儿也不能赖我，是李闯让我表白的。公司的重要信息泄露了，作为老板你怎么办？损失挽回不了，但是仇一定要报。我已经在网上联系了职业杀手。老板，我不允许你对他不利。目标就是你。整他也行。